这场战争现在中国真的出手了吗？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伊朗他自己说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了。等一下一起来关心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各提供了哪一些武器。现在根据了解，初步有包括了速35、北斗等等掀起全面反攻，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川普一直在说呢，这个伊朗已经彻底被我们击败了，但是怎么样大家看都觉得到现在啊，伊朗都没有任何投降跟停战的可能性。主要伊朗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呢？其实许多的专家都在分析说，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给予他的底气。伊朗外长自己这样说的，他说俄罗斯跟中国是伊朗的战略的伙伴，那么德黑兰现在目前呢正在接受两个国家提供给我们的军事的合作。那这当中我们特别来关心到中国提供了哪一些，那么俄罗斯又提供了哪些呢？中国大陆的部分提供的就是北斗卫星，给予它更高的一个精度跟稳定度来做打击，让这个飞弹的攻击可以更致命。再来看到是俄罗斯，根据乌克兰媒体的说法，长久以来秘密提供伊朗它的战机，这当中包括今天看到的2款，像是雅克130教练机，另外还会再交付的就是它的速35战斗机了，将会大幅的提升伊朗它的空军战力。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吕舰长，中俄未来还可能提供哪一些武器？那么也来分析一下，包括了北斗跟速35对于伊朗战力有多大的提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例如说见证者136，或者是刚刚讲到的尼什飞弹，为什么这么样的精准？其实就是来自于它的定位系统。那它的定位系统呢？那当然它用的不会是 GPS， 因为美国它会适时的在交战区把这一个一般民用的 GPS 的这一个码，它的误差变得更大。那美军自己使用军码，那它的这个误差度大概也就是甚至在30公分到50公分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啊。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来看看，如果是换成北斗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各位观众左手边的这个是 GPS 的星座，那在右手边的这是北斗的星座，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北斗它的数量是比 GPS 来得多的，而且它的轨道有非常多的多样性。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GPS 的话，它都是在中轨道。那这中轨道呢，一般来讲，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在这一个20200的这一个轨道上，这是 GPS 的轨道。那但是呢，同样的北斗也有这个轨道，中轨道。那北斗用的是21500公里的轨道，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但是它还有另外2种轨道，其实这2种轨道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谈到的，也就是同步轨道。同步轨道呢，其实一般来讲，只要有3颗卫星，就可以完全的包覆整个地球。那它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它可以提供的精度以及它的覆盖率更为全面。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 GPS， 它一共在轨的大部分是30颗星，可是一般来讲，它可以提供讯号的约略在24颗左右。那以北斗来讲，北斗其实就是完整我们刚刚讲的35颗星，而且呢，其实北斗当初它的设计，它大部分的改变了，就是说它的频率使用部分，它尽量避免了跟这个黄色的 GPS 相同。那我们看到北斗是粉红色的部分，我们看到北斗的粉红色的部分几乎都没有跟 GPS 重叠，为什么？因为可能 GPS 也具有干扰的功能啊，那这也是我们讲到的部分啊。那另外，其实北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也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差分式的定位，也就是它有个固定式的一个标杆可以进行定位。其实 GPS 也有，但是 GPS 呢，它的这一个数量比较少。那对于北斗来讲，它全球覆盖有100多个这种标杆。如果说有标杆的话呢，它的这一个误差可以小到只有10公分。那我们来看我们常常讲中国大陆，无论是
百度或者是高德地图啊，那其实它的这种都是使用北斗的讯号，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例如说，以这个讯号而言，它其实还搭配了这一个也就是互联网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如果使用高德地图在中国大陆的话，它可以帮你倒数你的红灯还有几秒钟，倒数3秒的时候，它也会告诉你准备启动。那我去年去大陆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他们还有告诉你前面有施工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上面啊，它其实就是标注出有施工的状况，有施工的状况，你就可以提供那个我们现在这种辅助驾驶，让你预警前面有施工而不去撞到，那它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它就在这个警示灯上面，其实就发送了讯号，然后你的北斗接收器就能够接收。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这个苏凯35的部分呢，还没接收，那也就是目前没有战力，只能够等到未来下一次可能发生的战争才会使用。好，这个是伊朗接收到来自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军事上面的援助哦，来自于媒体最新的消息。那另外一方面，现在呢，这个美国则是看在眼里，他现在也开始调兵遣将到中东地区去了。首先派的就是2500人的一个本来驻派在冲绳的第31陆战队远征队，然后呢还有再派一艘是迪黎波里号它的2栖突击舰前往中东，目标直指就是伊朗在荷姆兹布设的水雷跟夺岛据点等等。那现在大家在关注美军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发动地面战？再来就是说，这一支陆战远征队它是大有来头的，被称作是美国的911部队，2001年曾经进入到阿富汗的最前线去打仗。那除此之外，美国还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从日本调派兵力之外，还从南韩调回了包括它的这个萨德跟爱国者系统，前往中东去做支援。现在来自于《纽约时报》做的最新分析，他说呢，美国做这些动作代表的意思就是亚洲不是美国的最新的最优先战场，这是第一个讯号。第二个讯号就是中国影响力提升。接下来会提升。第3个就是各国不能单靠美国的武器来做撑场了。所以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这个部队的意义？第31的陆战队远征意义，美军抽兵力从这个亚洲往中东，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他比较在意中东吗？老师怎么看？我个人觉得，现在美国、以色列跟伊朗打的这个战争啊，如果再持续下去，扩大甚至到地面战，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的霸权帝国衰退的一个里程碑了。过去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我们就看到在中东地区，其实美国就不断的在这边被牵制，然后呢，搞得人仰马翻，结果呢，没有任何在这种帝国战事上的成就。那相反的，它反而是展现了比较单边的帝国主义式的这种入侵。这一次呢，其实从就是国际秩序而言，它的攻击，一方面你都跟人家在日内瓦谈得这么清楚了，结果呢，马上的进行斩首，所以也没有当然任何的证据或者是联合国的授权，所以我是觉得在它的军事以外，我们先讲哈，美国的领导在这次显现的太骄傲了，而且太自以为是，这就是霸权一个最严重的。第二个，他的国内是太分裂了，他的国会的投票完全按照政党的这种对立来投票啊。那我们知道，启动选举之后，这个可能会变。第3个呢，就是他的盟邦啊，现在完全都不跟他一起了。澳洲已经第一时间跳出来说不会派军舰到荷姆兹海峡。那接下来这军事呢，你的战略目标不明，然后你的战术又被动，你现在派任何的部队，其实你再经过轰炸或者是地面的战争，以伊朗这种9100万的人口、高原的地形，然后它可以破坏整个区域的这种石油设施，其实它就跟你基本上玩这种所谓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零和游戏。那美国自己本身大概玩不下去，所以他到一定的时间，他做这个停损点的时候呢，等你真的如果搞下去，你再做停损点，其实到后来损伤最大的是自己。还不如干脆在这个3月底以前哦，赶快就是自己宣布胜利，停火、停战，然后你去看伊朗怎么办？
它会继续打个3天5天，它也大概会停下来，那就进入到冷和的这种状态。这是以前伊朗跟美国的、跟以色列的这种情况。那这样子至少双方都有机会去喘息，然后不会把事情恶化。美国不会在这个问题当中把自己的霸权的地位给赔进去，荷姆兹海峡慢慢的也可以恢复。是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来看，那针对于未来有没有这个专家做了一个预言，就是美国的霸权是不是会在这一次的战事上面崩解？那预言这一次的其实就是加拿大这个华裔学者，他叫做江学勤，他有这个江先知的称号，尤其是在2024年的时候公开讲座，精准的预言了几件事情。首先，他预言说川普会在当选美国总统，副手会是范斯。他也预测了是说2025到2026，川普将会对伊朗开战，结果全部兑现之后。又有第3个预言，所以大家备受关注，就是因为他说了，美国会输掉这场战争，石油美元体系崩塌，美国霸权会永久动摇，全球秩序会因此重塑。委员怎么看？这些所有的预测当然是很有趣了哈。不过江学勤先生哈，他是那个耶鲁大学还是牛津大学部毕业的，然后在北京大学的附属中学里面教书啊，他教的课就很有趣，他教历史的啊。他本来是学英文，后来教历史啊。那教历史啊，他很喜欢用历史来揣测未来。然后他的框架是谁呢？用谁的框架呢？他的框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的框架是波士顿大学教授，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叫 Isaac Asimov 啊。他其实是一个科学家，他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写了很多这种历史寓言小说，蛮有趣的，看过几本，蛮有趣的哈。那他在这个江学勤在2024年5月29日的 YouTube 上面哈，发表了这个说他预测这个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副手叫 JD Vance， 这个时间点应该不叫预测啦。哦，这个时间点，因为在3月份，川普已经被提名美国总统了，可是民主党的人还没出来，民主党还在到底是要拜登呢，还是要谁啊？还在弄啊。民主党到了8月才出来哈，然后在4月份哈，范斯就是在副总统名单的第1名。啊，所以这个不叫做预测，而是那个时候全美国受的赌注都认为川普会赢啊。范斯是副总统，所以这一步我们不能够把它当做他的预测。大家很神的地方是说，预测到川普会对伊朗发动战争哈。那这个他是在2024年5月29号预测，这是很神。但是他的典故是来自于我讲的那个Isaac Asimov 的小说啊，情节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他做了一个预测哈，未来说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那就看你怎么去定义输跟赢。这场战争最诡异的地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对方输，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自己赢，这很特殊的。但是我从战略角度来讲，美国如果失去了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那绝对是美国输。因为军人死伤几个，导弹用几个，那已经不是重点。在看战争啊，先看大战略。大战略的要点，如果输了就是输了。那美国输就输在荷姆兹海峡是不是被伊朗控制？那伊朗的确被打得很残破，这个政权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也不乐观。但是如果以后伊朗控制了荷姆兹海峡，可以威胁所有的波斯湾国家，这伊朗在战略上的大胜。即使全国人民死1半都值得。平常心讲，从战略角度来看是这样。那荷姆兹海峡当然跟以色列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让伊朗控制了荷姆兹海峡，伊朗以后可以发展更多的军力，你以色列就会更麻烦，所以以色列会输。所以输赢我的标准是，当然别人不一定，我的标准就是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到底在你美国手上，还是未来会跑到伊朗手上，这个是判断的标准。那美元体系不会瓦解啦，你只要看看这一场打了以后，石油价格暴涨，美元也跟着大涨啊。反而大家是抛黄金、抛股票，为了去买石油，所以大家去抢美元。所以但我知道很多人对石油美元的定义可能跟经济学家的用的定义不太一样。当时的石油美元的定义是，美国自己拿美元来买
石油，那当时是美国是石油最大进口国嘛，是用美元来买石油，所以阿拉伯国家、产油国家手上很多的美元，那美国就答应他们说，我让你们随时可以在美国投资任何东西，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对阿拉伯国家全面开放，是，所以阿拉伯国家拿到美元，他就没有这个担忧，但是俄乌战争就造成一个结果，原来美元还可以被冻结的，还可以被没收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去美元化，很多国家开始买黄金，可是美元一直处于弱势，一直落到了这一场战争开始。你要发现，要买石油，美国不用买，我们买石油还是只能用美元，因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都有一定的限制。比如中国大陆很大，那人民币为什么行不通？只能很局限的使用，是因为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没有开放。然后日本的资本市场相对美国资本市场又太小，是，那欧洲就更不用讲了，那个欧元是蛮残破的特别是俄乌战争一打，所以全世界现在可以通行来买石油还是美元，所以美元现在已经涨破了指数100，它是3年来第一次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所谓石油美元体系瓦解，因为我不晓得它所谓的瓦解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可能会含含糊糊解释了但是美国霸权永远崩溃，永久崩溃霸权永久崩溃的焦点就是我讲，它必须3大战略控制点失掉至少1个，荷姆斯海峡、马六甲海峡跟巴拿马运河。那如果未来3个还在它控制底下，那你说霸权会结束，可能还早。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